China's auto industry has come a long way from being a tech import to creating innovations that compete on the global stage. But how did this happen? What domestic and global forces helped shape this journey? I'm Bai Chong-En. This isn't my first meeting with Li Shufu,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Geely, and one of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automotive entrepreneurs. I had the chance to sit with Mr. Li and ask him what it takes for a Chinese company to compete globally, and also what is his vision for the future beyond just building cars.您看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现在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怎么来描述我们这样的定位？中国汽车行业呢，在全球汽车行业这个领域里边发生重大改变了。是，原来呢都是引进，现在的话呢，通过创新发展吸收消化，在有一些领域呢，走到全球前面了。这是事实。是，比如说哪些领域我们走在比较前？电动化，这是很显然的。成本，规模是，以及产业链确实形成一定的优势。是。那您说电动化，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在汽车电动化方面一定程度上弯道超车了？中国的智能电动化汽车的发展，尤其是电动化汽车工业的发展呢，也是建立在这个传统汽车基础之上。因为汽车我说就是4个轮子加2个沙发，你如何控制这4个轮子？你如何控制这2个沙发？如何保证这2个沙发上面的人是安全的？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是。所以4个轮子加2个沙发，再加上这个电动和智能化，这么组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后发优势啊。今天有了一定的成果了，但是面对未来的挑战，也不能掉以这个轻心。提到后发优势，您觉得是哪些因素使得我们这后发优势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这里面这些因素呢，有国家的政策，比较宏观的一些因素。我们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上面，有些什么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呢，咱们企业做了些什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发挥这样的后发优势？如果归纳起来的话，我认为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就全球的宏观环境，允许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天时。如果说全球的经济体不允许中国加入其中，还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经济，那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这首先是大的国际宏观环境给我们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期。在这个大前提下，国际资本国际人才国际技术汽车产业到中国来进行投资发展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到中国来布局投资发展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话呢，也比较解放，有一种开放的思想，允许像吉利这样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汽车这个产业的发展当中来，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原来是不允许的。是，就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同意吉利可以研究生产汽车，这个就是国家政策的开明，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窗口打开了。那么后来嘛，其他的一些民间资本或者外国资本也都参与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当中来大家你追我赶相互竞争所以整个产业链慢慢的就变成了中国化这个生态在这个各行各业就形成了，尤其是最近这10几年，中国政府的话呢，对于这个智能电动化，这个支持力度是空前的，我想这个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
那么大的力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给予支持。这是一个各种力量综合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今天的这个汽车工业。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eign car brands have entered the market, joint ventures have multiplied, and domestic brands have begun to grow. By 2009, China was producing over 10 million vehicles per year, only the third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cross that threshold,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n, in 2010, Geely bought Volvo, the first time for a Chinese car brand to fully acquire a global luxury automaker.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并购沃尔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汽车嘛。我相信中国是那么多的合资企业，他们也不知道嘛。是合资企业，外方给你提供的是投资，是给你提供的是一个产品，最后怎么生产。至于这个投资怎么来的，你通过合资企业的话呢，外国人他不会告诉你怎么造汽车，他只是说像上学一样的把这套书给了你了你这套书给了你，你不一定能搞得明白啊。是，所以我们要如果沃尔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要从根本上要研究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你如果把一个想象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是，所以这个很多事物的发展、产业的崛起它是有这个人才成长和技术成熟是以及整个生态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经济体。世界市场向中国开放，是吧？形成了双向移动相互促进大家共同参与公平的竞争，一点一点的，中国因此而崛起了。所以就说咱们这个开放也是有不同的阶段。开始的时候呢，是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建合资企业，它带来的图纸我们只是知其然。但是当吉利去投资了沃尔沃，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度的这种合作，就到可以知其所以然。那下面中国的这种汽车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在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我们的角色是不是又有新的角色？中国的汽车工业，你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参与到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要去分其他国家市场的100根，这可不是那么简单了。现在事实上已经出来了，是吧？关税什么这个小岳高墙，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因为你中国生产的汽车，如果大规模的冲击全球市场的话，他们已经形成的生产和产业链体系就会受到挑战。对，当他们感受到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采取抗拒的一系列措施。这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是，因此现在中国的汽车要想走向世界的话，必须要本土化。你无论走向欧洲还是走向其他地方，但是我想，如果中国汽车在欧洲的比例太大了，也不行。因为汽车产业它很特别，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质量就业竞争力上下游产业链的控制力就这个东西，它影响的经济的全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要想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必须要本土化，要依法合规、公平透明。我们长期都是坚持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在本土化方面，您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怎么能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采取比较恰当的一些措施，使得我们本土化能够更加成功？我所了解到的，或者凭我的工作经历和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给本土的经济带来繁荣，给本土的就业带来繁荣，给本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支持。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发展，必
必须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依法合规的、公平透明的，既承担社会责任，又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又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和本土的国家形成一种共荣发展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个是本土化，以及中国这个汽车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一种友善的合作的，这种态度，让所落地的国家也感受到我们确实帮助他们的，而不是去掠夺，不是去打斗的。是在不损害投资所在国的利益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也给它带来很多收益的情况下，我们除了拿到市场，除了有更大的消费群体，我们还能得到什么？我觉得得到和失去都是两面性的。就到了一个国家，除了要分享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的红利，这个参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尤其像这个汽车产业链条比较长怎么实现互利共赢？在原来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的国家之间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以及各个不同阵营之间的这个经济体的这种关系，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十年。今天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汽车公司呢，他们的布局也都发生改变了。那比方说奔驰、宝马、大众，对吧？丰田、本田、日产，全世界那么多汽车公司，他们原来的布局，在今天都要调整。他们有些工厂要关了，有些工厂要新建，有些重心在南方，有些重心在北方，是吧？有些重心原来在这儿，现在不是了，到那儿了。因此，我们的布局要根据他们的变化如何结合起来。那从生产、研发、供应链、渠道，我认为很多东西都要做些调整。The partnership between Geely and Proton is a good case in point. Proton, once a symbol of Malaysia's struggling automotive ambitions, 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since Geely acquired a 49.9% stake in 2017. By 2019, Proton had regained a 16.7% market share in Malaysia, its first profitable year in 9 years. By combining Geely's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with Proton's regional footprint, the deal is not only reshaping the ASEAN automotive landscape, but also positioning itself to capitalize on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markets. 马来西亚的宝腾，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品牌，它是整个国家倾注了全力所打造出来的一个品牌，当然它没赚钱，它花了很多钱，几百亿投下去，最后它没有成功，那我们就帮助它。那当初不就是提出来说，这个大家都想控股嘛，他也不光是找吉利，他在全世界所有汽车公司他都找，大家也都去了跟他讨论，那么大家都想控股，可是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国家品牌，是国家花了几十年，马来西亚的这个国民情感都已经和这个宝腾融入在一起了，你把他这个品牌灭掉，那肯定不行，我们就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品牌继续保留，股权有50.1%，是吧？我们少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品牌振兴起来，把这个产能利用起来，把这个竞争力提高。讲到马来西亚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假如说我们考虑像欧洲汽车对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它也仍然有很多很先进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到欧洲去投资，有没有办法能更好的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当地的科技的这种环境，使得我们的研发对一些理念上的考虑，比如说对安全意识的提升，是不是这对我们也会有帮助？本土化
包括人才的本土化，很难说把中国人大量的去其他国家，是，少部分可以，大部分的人才必须是本土化，欧洲也一样，美国也一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东南亚，比方说马来西亚，我们要把宝成这个汽车公司搞好，主要还是本土人才，吉利去的人是很少的，3、5个、5、6个、7、8个，就我认为很多了，大量的人还要把他本地的人才啊，要培养起来，要他能够融入到我们整个吉利大家庭的一员，让他们感到自由的，尊重的，而且的话呢，自信心爆棚的，明天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确实很特殊的一些人才，他们那边实在找不到，那我们这里派过去，这样既降低成本，又提高效率，同时呢又能得到所在国的这个尊重、认可。合作这个东西一定是共赢的。我们在全球的这个经济活动过程当中，是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现在有很多变化，比如说人工智能，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您觉得人工智能对咱们汽车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来更好的利用这样的影响？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这个新时代开启将对各行各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汽车工业的帮助也是革命性的，完全不同的概念了，接下去都要人工智能来生产汽车，上下游产业链都要人工智能进行管理，汽车的研发生产供应链的管理、营销渠道包括人才的这个培养以及整体的企业运营都要用人工智能。如果不走上人工智能造车那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汽车的话，那跟人工智能没法比了。这不是1比1、1比2的关系了，可能1比10、1比100的关系了。是，所以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抱，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参与，用人工智能，科技和汽车产业要融为一体。所以就除了智能驾驶这样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让人工智能融入到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使得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更加高效，然后产出的质量更好。对因为过去我们是人去指挥机器，是吧？以后是机器指挥人，这是不一样。这个机器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是。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机器指挥人的时代，人还要起什么作用？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和机器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那这个人工智能它还是要为人服务嘛。是。我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是。因此要根据人工智能这个科技的发展和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应用所产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要不断的总结。如何实现人机之间实现共赢。就在我们教育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培养学生提问题的能力。机器给出的答案，我们是要对它做价值判断，它可能给出不同的安排，然后要根据我们人的思考来从中做选择。最主要的是价值判断、情感上这样的差别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对我还是很有启发。我们过去把汽车看作是一个运输工具，除了智能驾驶以外，未来这个汽车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那以后的汽车由于智能电动化转型以后，它可以帮助人做很多的事情，尤其是无人驾驶。当这个汽车没有司机了，完全就是一个移动终端，在路上进行移动的时候，后台的连接对它的这个指挥协同，降低这个运输的成本，提高运输的效率，以及使它这个智能化为人、为企业、为物以及为各种各样有可能需要人去做的事情，通过车子就可以实现了，就使它这个效率
就是整个交通运输的效率以及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效率以及各种困难有可能人解决不了的事情，通过这种技术的这个协同合作，它可能就自动的就可以解决了。But powering all these vehicles is another challenge, one that goes beyond batteries.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strategy has never relied on a single solution. It spans fully electric, hybrid, and fuel cell vehicles. And the energy behind them is increasingly coming from wind, solar, and hydropower. 我想我们电动车的发展一部分也是要考虑要应对气候变化，让它的碳排放要减少一点。现在呢，我们是有混合动力，有这种纯电池的这种电动车。比如说，吉利非常关注甲醇。您认为这个未来汽车的这个动力来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甲醇在其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缺油少气，是吧？能源进口依赖度72%，是。如何实现能源的自主？是，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对全球来讲，虽然不缺能源，那可能面对的就是气候环境的这个挑战。科学界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太多了，对吧？产生温室气体，对，地球温度升高，所以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讲，现在所选择的道路，能源的道路就是要推广循环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发展经济，没有能源不行。那所以太阳能、风能各种各样的生物质能源以及现在国家提出来的氢基能源，就是要把这个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的各种不稳定能源，对水进行分解，产生氢气，用这个氢气来生产各种能源。氢气本身也是能源，但是现在氢气作为直接的能源，用氢燃料电池来发电，无论是为小区供电、为大电网供电，还是为移动的汽车供电，这个成本太高，而且很多关键技术没解决，因此中国现在提出的叫做氢基能源，就是把这种不稳定能源对水分解产生氢气，对这个氢气和其他的气体和物质进行化学反应，产生稳定的可以存储运输的液体能源。那这里边最直接的可行的就是甲醇，因为和二氧化碳合成就是甲醇。那么也可以呢和空气当中相对成本比较高的氮气，要在空气当中要氮气很容易，对吧？70%几都是氮气，所以把氢气和氮气进行合成，就变成氦。这个氦其实也是氦气，也是气体，但是它这个气体的话呢，只要有3个大气压，它就变成液体了。因此氦气的这个存储和运输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因此现在国家呢就叫氢氦醇，这样的一个能源战略。基础是氢，你也可以变成氦，也可以变成醇。所以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呢也非常重视，专门发布了一个意见，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其中就讲到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比方说充电站换电站加氢气的站加醇的站。这个醇可以是甲醇，也可以是乙醇，也可以是其他的醇类，也可以说是一种纯基燃料。吉利在这一条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了，我们大量的人在研究，我们不想大规模的完全的搞成这一种锂电池的汽车，因为重量太重，轻量化技术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汽车越重耗能就越大嘛，是，对吧？所以节能减排跟汽车的重量是成正比的。
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您看来，在15期间，咱们汽车行业的前景是怎么样？15规划它的核心就是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还要落到具体的企业的身上，就是如何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道路，高质量和高速度，它不完全划等号，从宏观层面来把握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向，要正确的理解，高质量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和挑战，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内卷，这个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核动力的形成和内核竞争力的形成。第三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情况。你像吉利这样的企业，现在已经有一定体量了，不能简单的追求体量，盲目的扩张，所以我们在2、3年前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会再去造厂房再去买土地，这个条路不能走了，不能简单的去搞扩张，我们如何做实，做精，做强，要体现效益、效率、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整合，对资源的整合利用，这种低效率的产能，如何通过我们的整合、协同，让它焕发青春，挥发它的生机活力，大家怎么相互的协同合作，共同的发展，那我们其实现在这么在做，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15规划所期待和要求的，我们要把它执行落地，变成现实。是，一个是利用好高质量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应对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挑战第二个呢是这个要追求内涵式发展不要避免内卷第三呢不是简单的追求规模。我觉得这3个非常非常好。我相信今天的听众听到您的这些对话也会很受启发。感谢您。